合同的事情呢，我会抓紧时间跟巴莱金先生签了。老婆，我给你画的眉，你还喜欢吗？我当然喜欢了，但如果你惹我生气的话，我就让你每天画。昨天你不是说冷吗？给你加条毯子。谢谢。哎，衣服穿好了吗？走吧。就这一件，挺好看的。看到沈总和夫人在这儿度假，我还挺意外的呢。最近外界都在传你们在闹离婚，哎，许小姐最近还在直播带货，对吧？离婚？什么意思？外面的人又这样乱说，其实不用当真的。沈先生跟夫人确实很恩爱呀，但是，巴莱金先生，你看，沈先生的房间，客厅的沙发上还摆着枕头和被子，这个洗漱用品还是分开放的。这也太不合理了吧？泼水游戏，昨天晚上你们还记得吧？我们玩那个泼水环节，那个游戏，他嫌我不够默契，剥夺了我同床共枕的机会。我都说了，没必要这么认真嘛。你泼水也很认真啊。你是怎么拍到那些照片的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如果二位真的不是分居，哎，敢不敢带我们去你房间参观一下？什么情况？这……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是这是本来想给妍妍她一个惊喜的。他们好有情趣啊！抱歉，破坏了你精心准备的惊喜。没事，跟朋友在一起也很高兴。沈先生，我觉得你有做魔术家的潜质啊，在外面夫妻两个人处处秀恩爱，在家里呢，关系也没这么好嘛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难道不是在吵架吗？在你的视角里，这是在吵架。我在做瑜伽，腿还没上来。你看，你再多落一会儿，腿就起来了。不，老公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跟下属打电话，对，那会儿在打电话。批评他工作能力不行，表情管理不好，没错，骂他。哎，是这个方位，是这样的。对，这样，我是这样，抬上脚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哎 ，Steve，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拍，这是违法，知道吗？我们可以报警的，现在立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妍妍的直播间。
那么今天呢，还是卖我们的爆款产品五谷鸡爪啊。没错。曾经的豪门阔太许妍离开了富二代老公之后，在网络上当起了卖货女主播，而且混得风生水起。她的直播间恰好被秘书刷到，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了沈浩明。一开始，男人看到曾经的老婆如此辛苦，还有点心疼，却不料此时突然出现一个男网友送给许妍一个嘉年华，而且还在弹幕里大胆示爱。见到这个状况，沈浩明瞬间醋意大发，他甚至还悄悄地点开了男网友的头像，不就是嘉年华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一个霸道总裁，随随便便就下单了50包鸡爪，为自己撑场面。正得意洋洋自己肯定是榜一大哥的时候，刚刚那个男网友又开始和他对着干，既然下了70单，开始啪啪打他的脸。见到这个状况，霸总瞬间脸色一沉，看来现在是要拼财力的时候了。他还没怕过谁。搞下了150单！我感谢是150单！我感谢支持！啊，感谢支持！我哪个搞完？又是他了。这50、70、100的，这好几百单了，能吃完吗？搞批发的。你管他是不是搞批发的呢？这就是他直播间的金主爸爸，妥妥的榜一大哥。然而让许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果然天底下没有掉馅饼的好事。那个男网友要求私下和他见一面，老总也一开始劝他要宠粉部分，维持和大哥的关系。苦于没有办法，许妍决定冒险一试。然而当他到了指定的咖啡厅，却发现原来买鸡爪的是那个豪门弟弟沈浩辰。男孩由于太想念他，刚好看到他的直播间，于是用保姆的手机下单，将所有的鸡爪全部送到了福利院，叫嫂子快点回家吧，爸爸妈妈也想他了。他甚至还拍下了哥哥深夜独自一个人坐在房间的照片。嫂子要创业，那也要回家啊！看大哥都暗自神伤了，如果哥哥欺负他，他还可以为许妍出头。你说吧，我哥怎么欺负你了？我让我妈抽他去！见到这一幕，许妍只能解释大人的事情，他小孩子不明白。他不是有自己的电话号码吗？以后想他了，自己就过去接他，想去哪就去哪。然而他网络直播卖货这件事儿还是纸包不住火，被先前嫉妒他的女同事刷到，马上开始刷屏说她是著名的捞女，一心只想嫁豪门，叫大家千万不要买她的东西。随着直播间有人开始带节奏，许妍瞬间遭到了无数网友的谩骂，言语之难听，让她完全呆愣在了原地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复。老板得知瞬间雷霆大怒，叫他好好去固粉宠粉。不料他和别人见面之后，从此榜一大哥就没有再出现，刚刚又造成了直播事故，准备打发他去户外直播。听公司安排。不然呢？那你不听可以走啊。我听的。走啊，听不走。谢谢邱总。然而也是这场户外直播，正式拉开了许妍和女同事的终极一战，因为对方将她的婆婆请到了现场。工资明细，麻烦发我邮箱。我不干了。自从许妍决定和富二代离婚，就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从零开始做起了带货主播。当老板得知她是豪门的儿媳，便让她去找婆家带货，并且保证把高端品牌的女装给到她。只要你让你婆婆和她那些老总朋友穿上咱们的衣服，在镜头面前晃一晃，我跟你说这个销量啊，绝对一飞冲天。不好意思，邱总，这不太好。许妍想都没想直接拒绝，但老板却会错了意，以为豪门阔太不太方便出镜。既然如此，他打算给许妍重新打造人设，高端名媛，讲一讲阔太圈子里的故事，比如怎么嫁入豪门，怎么预防第三者插足，婚姻大战，财产分割，恶斗贵妇婆婆等等之类的。但许妍还是不考虑，得不到好处的老板瞬间变脸。许妍上个月挣了2万块，却不打算给他这么多，给他热场的助理、产品上下架的网络技术、销售客服以及选品等等，这些费用都得从许妍工资里面扣，最后只剩下1400。工资明细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？我觉得不合理。嫌少啊？那你就听我的呀，随便编个故事。你比如说，一个女强人嫁入豪门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了豪门，这人设多励志。老板还想继续拿捏许妍，殊不知他只丢下一句话：工资明细发到他的邮箱，然后果断辞职。他再也不想忍受这个无良老板。没有了经济来源的他，想起了自己刚来荆州的时候，为了生活到处奔波，忙忙碌碌，生怕试错的成本太大，一个不小心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待下去，所以他很迫切的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安全感。他虽然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，但不认为这种目的是错的。追求高品质的生活，给家人更好的物质条件，改变自己的人生，不是一件虚荣的事情。当然，后面他见到姐妹们为了理想默默坚持，想到了一个点子，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准备和他们联手创业。既然闺蜜想把家乡的民族服饰展示给更多人，如果结合现在的时装，通过网络打开市场，一定非常有前景。姐姐会化妆，又有现成的模特，而且许妍最擅长的是节目策划，几人就这样一拍即合，
但创业的路上十分艰难。他们费尽心思做的一条视频，也只有几十个赞。许妍高中同学还不断的给他打广告，不仅穿着他们的服装，还叫同事关注他们的账号。尽管这样，粉丝也只涨了11个。很快，许妍就发现了问题所在，有一个国外的品牌做的是中世纪的古典少女风，整个品牌的风格也是遵循端庄、精致、童话风。他查了资料，因为品牌很小众，前期的销量非常低，后来风靡整个欧洲，就是因为在奥运会期间和一个运动品牌做了结合，融入了品牌经典的古典元素，让穿运动服的女生也能够精致少女风，带有特色，很大幅度的提高了女性的购买欲。所以其实我在想，我们现在的视频是不是过于强调民族性了？那产品我们是不是应该突出它的功能性和大众性？几人觉得许妍说的很对，商量下一期的视频，融入普通人一天这样的设定，整体都得改善一些。与此同时，富二代还在默默关注许妍的动态，次日就从助理那边得知许妍直播那份工作辞掉了，现在跟着他姐和还有2个女孩在做一个民族服装的账号，他还在关注着对方效果怎么样。这个富二代开始对这个女人有了新的认识，原来他不是为了钱什么都做，他离开了富二代也可以活出更好的自己。蕾蕾，你今天是故意让我来看戏的？没有啊，我是在网上看到妍妍姐在这做活动，阿姨们平时不都挺想她的吗？我就想说带大家过来看看，实在没想到她在做这个。曾经的豪门阔太许妍离婚之后，做起了网络直播卖货，却没有想到这一幕恰好被先前嫉妒她的女同事精心安排，将婆婆和富豪姐妹团请到了现场。婆婆其实是真心认可她的，她也知道这个儿媳妇的不容易，但是现在她有点不知道该用什么的身份过去打招呼。关于这些阔太闺蜜团完全不知情，只是本能的觉得她如此做可是丢了他们沈家的脸，卖些大米鸡蛋成何体统。然而此时婆婆却不以为然，竟然开始主动的为她说话。什么叫自降身价？太好了，谁瞧不起谁啊？孩子扛得住辛苦，愿意从一线做起，没什么不好的。孟总啊，你跟你老公开建材厂那会儿，也睡过仓库吧？马总呢？创业不需要日晒雨淋吗？讲究环境。你们家是做水泥厂起家的，那时候约你，每次见你从头到脚都是水泥，一拍一股子灰，忘了？这倒退20年，他们大家都是普通人，往上数3代，谁家不是农民？他自己不也曾经只是一个包工头的老婆，人手不够的时候也要给大家煮大锅饭吃，他不觉得眼前的儿媳妇丢人？他们才有前几天，怎么现在就忘本了？随后恶狠狠地瞥了一眼这居心叵测的女同事。婆婆的内心变化，许妍全然不知情，只是看到她离开的一幕，心里想着是不是自己这么做让她感觉丢人了。婆婆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静静地坐在保姆车里，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默默地掉下了眼泪。真是一个好姑娘，他们家儿子怎么就会如此错过了？直接叫秘书买了100份大米和油，准备作为员工福利。这连阔太闺蜜团此时也大手一挥，将现场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买了下来。许妍见到如此的人声鼎沸，默默地和坐在保姆车里的婆婆遥遥相望。她很感谢婆家，即使到了现在还如此的照顾她。出差回来的沈浩明见到了老婆如此忙碌，内心也很不好受。这就是许妍拼命争取的自由吗？这就是她离开自己后的婚后生活吗？直接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，以后她每个月都会把钱打到这张卡里。她不需要如此的辛苦。夫妻一场，这是最基本的保障，你值得。在沈浩明的世界，他从小学到的是知人善用、资源调配、关系制衡，但是许妍从小到大学到的是要抓住一切的机会，努力的往上爬，就当做是他自不量力。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，他都是会输的。一开始他撒了谎，所以无论他落到什么样的结局，都是他咎由自取，男人不用有任何的愧疚。现在这么做，他也只是想摆脱曾经的那些谎言，让自己的生活重新开始。既然决定了要离婚，那只好彼此就做陌生人。我走了。随着许妍上了面包车，缓缓地离开了沈浩明的视线。此时男人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女人如此的倔强，而且似乎在不知不觉中，他真的开始渐渐地失去了这个女人的爱了。该怎么办？该怎么挽回这2人已经破碎的关系？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离婚？因为你利用我。难道你没有？但我是真的爱你。我说以前。我也帮了你啊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们2个的感情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只是一场交易，等价交换，对吗？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啊。什么意思？想挽回。灭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。还在离婚冷静期的夫妇，竟然又演起了恩爱小夫妻，但斗嘴也少不了。前不久，沈浩明需要扩展海外市场，但投资人非常注重家庭，他求许妍以夫妻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协助自己得到投资人的认可。要找我帮忙，
就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。谈生意要有诚意的。男人不会让他白帮忙，有什么条件他尽管开口。听到对方合资成功会有10个亿的收入，许岩开口就要100万，他还以为自己要多了，不料男人的却认为妻子要的有点太少了。做服装这个行业是很烧钱的，你100万砸进去，水花都看不见。这样吧，我给你1000万，我来入股。可惜了，女人并没有想要他来做自己的甲方，这一次的合作是平等的，他只拿自己的酬金，其他的都不需要。就这样，两人达成了合作。他们特意在投资人面前秀恩爱，悄悄地跟踪着两人，随后给对方订了一个最贵最好的浪漫套餐。当阔太见到这一幕，还认为是老公给他的惊喜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当两人偷偷吃了蛋糕，许岩他们就尾随其后，敲开了他们的房门。我们订了一个浪漫套餐，好像看到服务员送到您这个房间来了。原来是你们订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……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吃了。许岩的小嘴像抹了蜜一样，称这么美的鲜花蛋糕就需要配这么美的夫人。因为这个误会，几人约着晚上一块去酒店的草坪玩耍。而送蛋糕的这个想法还是许岩想出来的。回到房间的时候，许岩看到老公的衣服，本来想着替他挂上去，但现在两人都要离婚了，他凭什么要做小伏低？自己的东西自己收拾。就这样，他们各自收拾着自己的东西，分开摆得整整齐齐。到了晚上，酒店竟然有个情侣默契大考验的游戏，投资人媳妇觉得很有意思，便主动的报名。等一会儿我们也试试。人家说是默契挑战，我没有默契吗？你来比划，我来猜，挑战开始。不玩也行。对方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沈浩明主动的将衣服脱下来，贴心的给许岩披上去，不料对方不领情，还质问他要干什么。男人还在死鸭子嘴硬，说风大，可这里哪里有风？随后提醒他，不是说了要全程配合演恩爱夫妻吗？许岩直接把衣服还了回去。妻子闹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叫他注意态度。闹情绪也需要个度，好吗？不满意？你不满意就换人啊，我退出好了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合同呢。合同是平等的，我不是你的下属，请不要命令我做事情和以前一样。虽然两人一直在斗嘴，但该演的戏他们一刻都不能耽误。随后在阔太的建议之下，许岩不想玩都躲不过去了。游戏中沈浩明十分果断，直接将一杯水泼向了许岩的脸上，多少有点私人恩怨了。许岩也不甘示弱，直接报复回去，一杯又接着一杯向沈浩明的脸上泼过去。就连两人完成了任务，他也将水泼了过去。我们对了，刚刚不好意思，顺手了。没事，理解。后面两人又换了一个游戏，你来比划我来猜，直到出现窗口贴3个字，让许岩待在了原地。他想起两人曾经的美好时光，那时候的他们没有捅破窗户纸，没有互相利用，只有简单而又纯粹的爱。创可贴，恭喜回答正确。许岩想不到这个男人竟然还记得曾经的美好回忆，情绪一下涌上了心头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对夫妻在闹过离婚、撕破脸皮，将对方伤得体无完肤、千疮百孔之后，还会祝福对方事业飞黄腾达、功成名就吧。离过婚的夫妻就是最大的仇人。如果你只是为了钱，我们可以给你投资。许岩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他和沈浩明假扮恩爱夫妇帮他出来谈合作，两人演戏的这一幕却被男人的竞争对手瞬间识破，甚至准备出重金让许岩反水，当场揭穿她老公的谎言。原本这场演戏他们是很完美的合作，也即将达成，但是竞争对手通过多方打听得知了两人婚变的秘密，开始不惜亲自爬树，用手机记录下两人在房间吵架的一幕，甚至趁着服务员在打扫卫生，悄悄地混进了房间，亲眼看到沙发上摆着被子，洗漱用品也是分开的，直接坐实了两人婚变的传闻。拿着拍照的证据，当场来到了他的合作伙伴面前。眼见气氛正异常诡异的时候，还好沈浩明急中生智，找到了理由。泼水游戏，昨天晚上你们还记得吧？我们玩那个泼水环节，那个游戏，他嫌我不够默契，剥夺了我同床共枕的机会。我都说了，没必要这么认真嘛。你泼水也很认真啊。男人见沈浩明还在死撑，开始大战提议，不如他们一块去酒店房间看看真相，肯定会大白。但是让他惊掉下巴的是，酒店的茶几上放着鲜花和蛋糕，墙壁上也到处装饰着浪漫的气球，就连床单都换上了喜庆的大红色。看来两人在夫妻生活上很是有情调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明明在进来之前看到这酒店的布置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原来就在刚刚他闯进房间正想离开，却发现他们夫妇刚好进门，于是做贼心虚的躲进了衣柜，意外的弄出了动静，引起了沈浩明的怀疑。当时他并未上前拆穿，而是接着拿被子的由头打开了衣柜，果然发现他的脚似乎顶住了柜门，直接的用力关了上去，算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教训。眼见这招起不了作用，男人将两人吵架的视频播放了出来。那这一切他们又作何解释 ？Steve，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拍，这是违法，知道吧？我们可以报警的，现在立刻！一时之间，这个男人的行为变成了现场小丑。但是即使是这样了，他还是不肯放弃。在吃饭的时候找到了许岩，他知道现在他正在创业，肯定需要很多钱，不如和他合作，他会比沈浩明出的更高。于是，在餐桌上主动挑起了话题，说许岩连钻戒都没有戴。看来外界的传言也并非是空穴来风。是啊，豪门阔他也觉得这个行为很奇怪，开始现场质问。眼也见谎言即将被揭穿，沈浩明开始真诚的解释，其实这个假期并不是恩爱之旅，是他为老婆准备的弥补之旅。前段时间两人的婚姻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也是他不够成熟，让他们的心越走越远。随后竟然主动的在众人的面前说起了情话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一直浮现以前的回忆。当我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是他陪着我并肩作战，当有人意图要伤害我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的挡在我面前，替我受伤。当我专心工作无暇分身，他悉心照顾我的父母，我的弟弟。他对家人的付出都超过我所做的。随后当众下跪，从怀里掏出了两人曾经的结婚戒指，他希望老婆能够原谅他，两人重新开始。然而让男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许岩竟然伸出了自己的手，当着众人的面再次戴上了那枚钻戒。所有的流言蜚语也不攻自破，顺道他在现场吃了一波狗粮。等客人都走了之后，两人决定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搬弄是非的男人，让他伤上加伤。当一个女人不可冒犯、不可诱惑、不可动摇的时候，她的身上就有了一种很迷人的东西。亮总出口就是诗歌，真的太优秀。还在离婚冷静的许岩就被花花公子亮总给盯上了。当初他失去了豪门的资源，为了自己的事业和生计，不得不低头陪各种老总喝酒拉投资。他喝得醉醺醺的时候，也不忘联系大佬投钱。然而沈浩明见到这一幕，竟然产生出了心痛的感觉。他偷偷地看着老婆，见到对方走路歪歪扭扭，甚至还将包包掉在了地上，他本能地想过去扶一下，不料许岩自己顽强地站了起来。男人本想上前搀扶，可他想到妻子的话，他想摆脱曾经那些错的，重新选择一次自己的人生。既然决定了要离婚，两人之后就做陌生人。然而他刚要离开，许岩的姐姐就出现了，她要替妹妹说句话。她靠谎言嫁入豪门，肯定有自己做错的地方，但男人也不是完全无辜的。妹妹当时那么想挽回两人之间的感情，男人怎么对她的呢？她现在到处忙着拉投资，到处应酬，她做老公的当时但凡对她好一点，妹妹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现在又来做好人，这没必要吧？我是真心想帮她的，可是她拒绝。你帮我劝劝她。我劝不了，我劝不了一点。我们妍妍现在一分一毛都不会再用你的了，你要不还是赶紧走吧，以后也别再来了。次日酒醒的许岩又去拉投资，被对方果断的拒绝。这一幕被亮总给看到，他主动的走过去，见到许岩来找投资，看来网上的传言都是真的，他的婚姻破裂了。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？哎，什么类型的？我看看。他主动的拿起许岩的设计图，翻了翻，便给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不知道对方怎么会选择短视频这种深水区，他从数据的角度不看好。而民族风的衣服和前卫的设计相结合，但缺少特色，流于形式浮于表面，缺少灵魂。他的原则是宁可冒险不要无聊。亮总给了许岩不少意见，叫他回去好好调整一下。你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上，你会投这个项目吗？以现在的成色，我不会投。不过我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摄影师朋友可以介绍给你认识，我出面，免费的。谢谢。那不用客气，小事一桩。那咱们加个微信。哦，好。亮总有些手段，看似在叫许岩，实则目的不浅，畏畏缩缩的说到最终目的，那就是要对方的微信。趁着他们在拍摄的期间，亮总特意前来，还想给许岩披上自己的衣服，不料对方眼里只有工作，直接离开。看着眼前这个女人，亮总很是着迷，他身边莺莺燕燕不少，可许岩却成功的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随后在他面前说起她老公的坏话。许岩这里没有傻子，我很了解像沈浩明这种出生优渥的富家子弟，他是不会对任何人投射出真实情感的。他薄情，
又绝情，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又让你感觉他很深情。我觉得你早点离开他也好，我愿意帮助你啊，而且会非常慷慨。希望你不要拒绝我的好意。我明白，你明白就好。我一定会成为你最优秀的合作伙伴，我会努力的。许岩一心只想搞事业，而面对这么有性格的女人，亮总简直太喜欢了。王警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是来抓人的。太好了，杀害杨若山的凶手就在这边。白红英，你完了！哎，你，哼，我们是来抓你们的。警官，我们这是合法抗议，白狐欺诈客户，我们是为了自己伸张正义的。我不管你们的抗议合法不合法，但是你徐永泰、穆正平还有周玉慧，你们几个得给我去一趟公安局。对了，还有王大胜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凭什么？我们怀疑你们跟杨若山的命案有关，所以带回公安局接受调查。我没有。还有王大胜，逮捕他的原因是破坏白狐公司的产品。你们没有证据，凭什么抓我？证据在我这儿。对呀，袁博业，我有证据。博业。博彦，怎么回事？徐永泰，你以为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？你错了。当初我答应加入宝鼎企业来帮助你，其实我另有目的。我是想收集你盗取商业机密，还有破坏白狐企业产品的证据。现在，这些证据全部都齐全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看他还耍什么花招！不可能，杨博业。你是装的，那我和永泰怎么没有发现？因为我早就知道，周玉慧就是杀害我妹妹若山的凶手，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根本没有相信过你。一开始就知道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是我妹妹若山亲口告诉我的。若山，若山，对不起，红英姐，瞒了你们这么久。太好了，杨若山，博彦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快解释一下呀！各位，趁这个机会，我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。当时情况是这样的：若山病重，后来王警官来探望他。那个时候呢，若山刚有一些知觉。王警官和我商量了一个计策，因为若山告诉我，就是周玉慧把他推落山崖的。当时，王警官说我们要将他绳之以法，但是呢，证据却不充足。在这个时候，穆正平和徐永泰要我加入到宝鼎企业当中。王警官告诉我，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假装答应他们，其实暗地里是为了收集更多的证据，因为我不但要替我的妹妹讨回公道，还要替白狐企业讨回公道。就像王警官所说的，没想到穆正平还有徐永泰真的中计了，而且他们抓住了机会来劝我加入宝鼎企业，还跟我说会帮助我对付白雨天和白红英，来帮助我妹妹报仇雪恨。王警官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你这样，你最好呢就是自己先接近他们，潜伏进去，然后收集到他们的证据，到时候我们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行，王警官，再见啊。
后来呢，我在宝鼎企业上班的第1天，我就找了个机会告诉周玉慧，我妹妹生前最喜欢一切带有星星图案的东西。不仅如此，在工作当中，我还找一切机会来吓唬周玉慧。后来我仔细观察过她，发现她非常的心虚，种种表现都充分地证明了周玉慧，她就是杀害我妹妹若珊的凶手。周玉慧，你没事吧？你还好吧？博彦，你没事把这东西扔这边干什么？哎呀，这个叫做祈福气球，能给人带来好运的。我是一片好意，可是没想到……谢谢啊。我来扶你吧。周玉慧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脚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伤痕啊？没什么，在家里面不小心摔到的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摔伤的。周玉慧，这些伤痕可不像是摔伤的，明明是抓伤的。你心里面是不是有鬼？总算是老天有眼。后来呢？不仅如此，我在潜伏宝鼎企业当中还发现了一个暗中之案。要是我不给呢？撂狠话是不是啊？不给可以。你收买我们烧毁白虎企业货车的事儿，我们可就全爆出来了。到时候看谁玩不起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当初就是你们要求我干的。有一次呢，我在偶然翻查穆正平的抽屉的时候，竟然发现了我妹妹若珊的手机。这手机里面不但录了音，而且还有当时情景的照片，种种迹象都证明了，眼前这个周玉慧就是杀害我妹妹若珊的凶手。可是王警官告诉我，证据还不太充足，让我继续潜伏下去，创造更多的机会，收集更多的证据。那个时候啊，他发现了我们的事情，为了不让他说出口，才逼不得已把他和永和推下悬崖。本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人家命大呀，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居然还有办法回来，抢走我们辛苦经营的白虎企业。平平，你就放心吧，是我们的，总归是我们的。明天你就看着吧。白虎企业的各个董事们也不是吃素的。他们知道白虎企业遇到这么一大劫，一定会逼着白羽天下台的。到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再趁虚而入，一举把他拿下。徐永泰、穆正平，这些证据呢，我全部已经交给王警官了。你们现在彻底完蛋了。这是污蔑！你没有证据，我要找律师。妈，现在铁证如山，你认为你还能够全身而退吗？王警官，就像博彦所说的，整件事情我是主谋。徐永泰，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，难逃制裁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徐叔叔，你跟阿姨为什么不肯认错？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做对仲林造成多大的伤害吗？他已经连他的父母都不认了，伤害早就造成了。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执迷不悟，你们真的是无可救药了。你闭嘴！你不但连自己父母都不认，你还落井下石，你这样对吗？我这不是落井下石，是你们触犯了法律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
你们知道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就是白爷爷临终之前，我没能陪在他身边见他最后一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爸我妈把白家害得支离破碎，害得白爷爷跟他的亲人骨肉分离20多年。我多想亲口跟白爷爷说，白爷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白爷爷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姓徐，你提他干什么？我当然惦念着他，我从小就是白爷爷疼大养大的，我应该好好孝敬他，但是我没有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弥补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姓徐。就是因为我姓徐，我对白家有愧疚。妈，我想告诉你，如果你们再不知悔改，将来进了监牢后会是什么样子，你们知道吗？白爷爷临终之前，至少还有亲人在他身边，但是你们呢？你们将会一无所有，也不会有亲人去探视你们、关心你们。这是你们想要的吗？妈，您口口声声说您关心我，什么都是为我着想，现在换我求你，你们也为自己着想，好吗？对不起各位，没有时间了，我们还要带他们3个去做笔录呢，请吧3位。子耀，妈错了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不要不认妈，你不要不认妈好不好？子耀，妈，你要我认你们，除非你们真心的悔改认错，也许还有减刑的机会。子耀哥，救我！你救救我！我不是有意要害若山的，我只是不小心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若山，若山，你知道的对吧？我是不小心的，我不是有意要害你的。若山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玉慧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如果真的是意外，司法不会冤枉你的。如果你真心悔改的话，我相信伯彦或者若山也肯定会原谅你的，是吧，伯彦、若山？红英姐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当然会选择原谅。不过，你要愿意真心悔改才行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走吧，3位。麻烦你帮我一件事情，可以吗？我爸妈还不知道我这件事情，我开不了口。你能替我告诉他们吗？我会的。好了，走吧。
子瑶，如果我真心悔改的话，你还愿意认我这个爸爸吗？我只有你一个爸爸。喂，永和，刚刚出来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妹妹啊，我们回家了啊。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啊。红英啊，对不起啊，之前我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对你说了些很过分的话，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我才不会。你要认干儿子，我没意见。可是我只愿意嫁给仲林。爸，都经过这么多事情了，仲林的父母也付出了代价，难道你还不愿意接纳他吗？徐仲林啊，你知道我爸在临终之前跟我说过什么话吗？我坚持要拆散你们，说你配不上我们白家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的休息啊，我想好好休息。我这辈子爬上过高山，也跌到过谷底。我现在最开心的事情，就是静静地躺在这里，看着我的家人。我也算是从谷底爬上来的，没想到在山头上还没站稳，就觉得自己力不从心，在精神和体力上都走了下坡路。当我爸
躺在医院病床上跟我道歉的时候，我对他也是一肚子的亏欠。我在想啊，如果我还继续反对你们两个的话，在几十年之后，我跟徐永泰的区别，一个在医院，一个在牢里。爸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您答应我跟仲林在一起了？我没答应啊，但是我也没反对啊。徐仲林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的盯着你。如果你有一丝丝、一点点对不起红英的话，我会给你好看的。白叔叔，谢谢您，您放心，我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照顾红英，保护她的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只是没有反对你们俩交往，但是没有答应让红英嫁给你啊。没关系，我还是要谢谢您，白叔叔，谢谢您。你要谢啊，应该谢谢我爸。你刚刚在公安局不是说了吗？很遗憾，没有见到我爸最后一面，跟他道歉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爸在临终之前跟我说了，让我别责怪你。我这么做，也是给他老人家一个交代。白叔叔，真的谢谢你。哥，看来你是没希望喽。红英啊，周玲，经历这么多艰辛，你们终于走在一起了。我衷心的祝福你们。谢谢你啊，伯爷。哎，不过呢，你们办喜事发喜帖，一定要等到我们从北极回来才行。哎，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没有答应让红英嫁给你啊！你们不要瞎起哄嘛！周爸爸，快点快点，这车开得像乌龟一样，你踩油门啊你！哎呀，老婆，这已经够快的了，再快就违章了。女儿都被控杀人未遂了，你还有心思跟我抬杠啊？老婆，我这不是也急着要赶过去吗？可是再快你也要守法呀。我问你，你真沉得住气呀？红英怎么跟你说的？之前明明这案子是红英干的，怎么成了玉慧是凶手了？这人都到了公安局了，人家杨若山也已经指认是玉慧把他踢下悬崖的，警察都认定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哼，说不定就是白家动了什么手脚要陷害咱们玉慧。玉慧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可不相信她会做这种事。不信，我要打个电话问清楚。电话给我。干什么你？我当然是给红英打了，我又没她电话，把电话拿来。哎呀，你别胡闹了，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你现在打电话给红英有什么用啊？我非要打过去问个明白。手机给我。你要手机干嘛？手机给我，我又没有周慧英的电话。给我！哎呀，别动，危险！我刚才已经打电话到公安局问过了，玉慧也承认是她自己害了杨若山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那我要打电话过去把周慧英好好骂一顿。这个扫把星，自他进了我的家门就没一天消停过。手机给我，手机给我，给我，你手机给我！你干什么你？你到够了没有？周百深，你敢打我？哼！百深，你干什么？我们还要去看玉慧呢！放手！你干什么？你真讨厌！玉慧会有今天的下场，全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他任性跋扈，嫌贫爱富，还虐待红英，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，你还要找别人的错？难道你自己一点都不觉醒吗？我忍了你这么多年，本以为家和万事兴，可是我错了。
我不该让你把女儿惯成这个样子，我受够了！你还在这里怪我？我从来都是用你宠我的方式宠玉慧，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从不反对，从来都是依着我的。现在玉慧被抓了，你就在这里怪我，都是你，都是你。是啊，都是我的错。以后这个家全让你做主。现在玉慧被抓了，家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你不要抛下我。我怎么会抛下你呢？这回玉慧犯下这么重的罪，往后家里就只剩我们两个了。爸，这肩膀要不要再宽一点啊？这样穿着才舒服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不用了吧？啊，来，姐，谢谢啊。哎，香姨啊，你来了。哎，刘阿姨，哎，红英，那个明天就是你大婚之日了，哎，这个是阿姨送给你的结婚礼物。谢谢刘阿姨。你打开看看，看看喜不喜欢啊？好漂亮啊！谢谢刘阿姨。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就好。雨天，我也要恭喜你啊！恭喜我，恭喜我嫁女儿。说实在的，我真有点舍不得。其实啊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会同意把红英嫁给仲林的。这表示你已经把以前的事情都放下了。你能有这样的气度和修养，不得好好恭喜啊！不是我有气度，而是仲林有心，他让我改变对他的看法。什么？你要辞职？为什么？白狐新一季的产品已经成功上市，也获得了良好的反响。董事长也在股东面前证明了自己，我也对白爷爷有交代了。现在应该是我离开白狐，自行创业的时候了。仲林啊，你帮红英开发出新的产品，却不鞠躬，把一切的功劳都归功于红英和设计部。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同意你离开的话，红英肯定会怪我的。说吧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这点我会跟红英解释清楚的，请董事长放心。仲林啊，是不是因为徐永泰？你爸跟你妈还有玉慧，都已经被判刑了，要关上好多年，他们已经付出了代价。我之前曾经说过，我不会因为这件事为难你。难道你还怀疑我说的话吗？我没怀疑董事长说的话，我也知道你跟我爸之间的事情都已经落幕了。但是我终究是徐永泰的儿子，他有愧于白狐，将来股东们、董事们，甚至公司的同事们都会闲言碎语的。而且将来有一天，我爸妈出狱之后，你一定会很为难的。所以我现在离开，不光是为了白狐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如果我能够有自己的事业，我就能够风风光光的把红英娶进门。所以董事长，这点请您谅解。仲林啊，等等，这段时间我一直观察着你。我承认，我以前是看走了眼，
但你已经证明了你自己，你对红英、对白狐是一心一意的，绝无二心。所以，你的辞职我是不会接受的。谢谢您，董事长。但是没有什么但是。至于其他人怎么想，你不必担心，我已经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，那就是你跟红英结婚，跟我成为一家人。怎么，还怀疑我说的话吗？真没想到，钟灵这个孩子，他居然考虑问题这么周全啊！可不是吗？当初爸还怀疑他，把我们逼得可惨了呢。哎呀，你爸我也有糊涂的时候，就别跟你爸计较了。哎，对了，永和呢？他叫我过来，说今天要告诉我什么事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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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姨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永和，你居然都还记得我的生日啊！我这20几年来，我跟雨天的生日都是你帮我们过的。现在我们一家团圆了，当然要好好报答你啊！香姨啊，我们还有一份生日礼物送给你呢。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哎呦，都不好意思了。你先听听看生日礼物是什么嘛。来，女儿啊。刘阿姨，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爸跟我妈，我跟仲林在落难的时候，也不可能遇到妈，也不可能走出山谷，更别说我跟爸妈相认了。你们把我说的太好了，我这心里头，我其实很内疚。刘阿姨，我们能一家团聚，你是第一大功臣，所以前几天我跟仲林商量，仲林告诉我说，不如认阿姨当干妈。阿姨，您愿意吗？香姨，你该不会是不愿意吧？我怎么会不愿意呢？哎呀，我太高兴了！谢谢干妈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永和，谢谢你。雨天，谢谢你。我谢谢你们不计前嫌，还对我那么好。我真的，我太感激了。干妈，赶紧许愿吹蜡烛吧。对。那好，我今天就许一个愿望，我就祝愿我的干儿子、干女儿，你们明天的婚礼顺顺利利，然后这一辈子幸福美满。吹蜡烛吧。他们来了。
失去天长地久的机会，谁的错？再美丽的流星也是终究会坠落。不懂我们之间为什么总要这样错过？我们是在曾牵手走过的街头，还那样热闹，直到看到你被他拥在怀里，幸福的微笑。来不及说再见，你已远走高飞，给的回忆你都无所谓。看不清都是因为我还爱你，无法忘怀的爱情。来不及说再见，你已经变心了。给过的你好，好漂亮，红英啊，你一定要幸福啊！阿姨祝福你们。像我的寂寞，失去天长地久的机会，谁的错？再美丽的流星也是终究会坠落。不懂我们之间为什么总要这样错过？我迷失在曾牵手走过的街头，还那样热闹，直到看到你被他拥在。仲林、红英，你们两个好般配啊！仲林啊，你可不能欺负红英啊，否则的话我饶不了你啊！仲林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给我信心，我怕我走不到今天。我要对你说，你就是我的阳光，总是能给我温暖、希望，还有动力。谢谢你的陪伴。这一切不是做梦吧？想证明这是不是真的，只有一个方法。给的回忆你都无所谓，看不清都是因为还爱你，无法忘怀的爱情。来不及说再见，你已经变心了，给过的承诺都无所谓，对我的真挚因为我还爱你，只希望你能幸福。好漂亮，好漂亮。